那天，你又笑了，对着镜子，对着人群，对着那些早已习惯你微笑的世界。你的嘴角习惯性上扬，声音温柔如常，连眼神都练就了一种平静的光泽。没有人怀疑你是不是快撑不下去了，因为你看起来真的很好。但你知道，那不是笑容，是习惯，是一种为了不让人担心，不让局面失控，不让自己崩溃的本能。你不是没感觉，只是太会隐藏。你不是不痛，只是太久没允许自己痛。你以为这样叫坚强，但灵魂不是这么定义力量的。真正的力量，不是在所有人面前都撑住，而是你能诚实地对自己说，我现在不想笑了，是你能坐在自己的悲伤里，说一句，我也值得被照顾。每一次你压下的笑容，灵魂都会轻轻地哭泣。他哭不是因为你软弱，而是因为他被遗弃了。他知道你在演，他知道你其实想逃走，他知道你穿上的不是铠甲，是枷锁。你笑，是因为你怕失控，怕一哭就没有人接得住，怕一软弱就再也撑不起生活，怕一说出我好累，就真的会被看见。但你也怕被看见了之后，如果没有人留下来呢？所以你选择了隐形的方式生存，用笑容包裹悲伤，用理智压住情绪，用没事当作防线。你练就了一套完美的保护机制，却也让自己与真实的感受越来越远。但你知道吗？灵魂不会怪你，只是他好想你。他想念你曾经天真的样子，放肆大笑的声音。他想念你没有假装，没有害怕，只是全然存在的状态。他想牵着你的手，告诉你，你不需要再逞强了。你可以哭，你可以累，你可以说不要。我会陪你走回那个不需要演的地方。有时候，哭不是崩溃，是回来。沉默不是坏事，是一种静静的呼唤。不笑了，不代表你不好，而是代表你开始愿意诚实，对自己温柔。请你慢慢学会，不需要用笑容撑起世界，因为真正的世界是你可以做自己的那个空间。而你真正的力量，不是笑给别人看，而是愿意哭给自己听。下一次当你想说我没事的时候，请你先回头看一眼那个在灵魂深处一直轻声哭泣，却从没放弃爱你的自己。你总说自己好像迷路了，不知道方向，不知道未来该往哪里走，不确定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对的，不确定这样的自己是不是被祝福的。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心里有太多声音拉扯，每一条路都通向一种可能，但你却不敢往哪条路踏实地走过去。你说，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，但其实不是不知道，是你太知道了，只是那个答案太大，太真实，太让人害怕。你害怕承认自己的渴望，是因为一旦承认，就不能再退缩，是因为一旦说出口，就会暴露脆弱，是因为一旦认真了，就会怕得不到。所以你开始说服自己，这样也可以啦。我其实也没那么想要。算了啦，哪有那么多幸福的事，你越说越平静，越说越懂事，越说越成熟。但灵魂不是这样运作的，它不会因为你不承认就静静离开，它会不断地在你夜里辗转难眠时低语，在你看到别人活出自由时微微刺痛，在你眼神闪烁却不敢说出口的时候流泪。因为你不是真的迷路，你只是不敢承认自己其实一直知道方向。那个方向可能不是最安全的，不是最符合他人期待的，不是最快抵达终点的，甚至不是最理智、最可预测的。但它是你心里唯一会发光的那条路。
你想成为某种样子的人，你想过某种不一样的生活，你想爱，想自由，想被理解，想做出选择。你想多了，也深了，所以才会让自己困在不知道的表象里。因为只要你说自己不知道，就可以不必承担；只要你说自己迷路了，就可以继续原地等待；只要你不承认渴望，就不会经历失望。但你知道吗？真正让人痛的从来不是失败，而是你一次又一次背叛自己的渴望。每当你说服自己这样也不错，灵魂就轻轻叹息一次；每当你说我没事，心里那团火就熄了一点点；每当你说这样也可以过，生命的光就暗淡了一分。你值得的不是差不多就好，你渴望的不是至少还能活着，你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勉强妥协，应付现状，躲避冒险。你来是为了活成你灵魂真正渴望的样子，是为了把内在的愿景活成外在的风景，是为了那个你曾在梦中见过的未来，在现实中一步步靠近。所以请你开始练习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去承认我想要。不需要立刻知道怎么办，也不需要马上改变人生。你只需要先对自己诚实，承认你想改变现况，承认你不满足于现在的自己，承认你心里有更大的愿望，更多的渴望，更深的梦。因为真正的迷失不是走错路，是你假装自己根本没有路要走，是你把渴望藏起来，然后问自己，我怎么会这么空？你不是空的，你是太满，满到快溢出，却没有出口。满到每一个假装的选择，都在把你往远离自己的地方推。真正的方向感，不是来自别人怎么说，社会怎么定义，成功怎么量化，而是你愿不愿意对那个微弱的渴望点头说，我听见了。你会发现，当你承认了，一切就会开始移动。不是剧烈的翻转，但你会开始遇见人，听见话语，收到讯号，那些你以为不存在的指引，其实早就等你放下假装不知道的面具，开始流动。迷路不是问题，迷路反而是一种唤醒。它逼你停下，逼你怀疑，逼你开始正视那个长久以来被忽略的灵魂蓝图。所以别再说你不知道方向了，请你勇敢地承认，你知道，只是还不敢走；你知道，只是怕会痛；你知道，只是太久没人陪你相信。但从今天起，请你允许自己诚实，哪怕只是对自己轻轻地说一句，我想要的不一样。那一句话就是转动命运的钥匙。你不是迷路，你是准备回家。你曾多少次告诉自己，不要太贪心，要懂得知足，要成熟一点，不要总是想太多，梦太远。你学会了压抑，学会了妥协，甚至学会了对着自己说，我没那么在乎。但某些夜晚你仍会失眠，不是因为生活真的那么坏，而是因为你知道，有些你没走的路，有些你没选的可能，它们仍在你心底闪烁微光，提醒你，你想要的不止这些。渴望不是你生命的错误设定，它不是脆弱，不是不满足，不是逃避现实的幻想，它是导航，是灵魂在说话，是你存在的指引。你渴望自由，因为你天生就是为了飞翔；你渴望被理解，因为你内在本就值得共鸣；你渴望爱，是因为你的灵魂渴望连结，渴望合一。渴望从不是问题，否认渴望，才是你内在真正的分离。你不会无缘无故想要一种生活，一段关系，一种状态。每一个渴望的出现，都是灵魂对你说，你准备好了，要去成为那个你一直知道的自己了。但我们常常被恐惧驯化，
怕太想要会失望，怕太认真会失去，怕表达会被拒绝，怕渴望会变成别人的负担。于是你选择退后、静默，假装不在意，选择过一种不太痛也不太快乐的日子。你把渴望藏起来，却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，为他人的梦想而感动，为某段对话而流泪。你以为那是脆弱，其实那是记得。你记得你也曾有梦，你记得你也曾想过另一种人生，你记得你也曾对自己说过，我想要的不止如此。亲爱的，真正困住你的不是现实，而是你不敢承认自己内在那道正在呼唤的声音。渴望是导航，它从不会强迫你，它只是温柔的一次又一次的在提醒你，有一条路是专属于你的，有一种生活是你灵魂早就写好的剧本，它不会走错，只会等你准备好。有时你以为渴望让你痛，但真正让人痛的是你与渴望之间的距离。当你越压抑，它就越焦躁；当你越否认，它就越深埋成内在的焦虑与不安。那些你无法说出口的情绪，那些你反复梦见的片段，那些你总觉得人生少了什么的感觉，都是渴望在说，我还在这里。你不需要立刻改变整个人生，你只需要学会诚实。对自己说，我想要的是这个，哪怕还没有路，哪怕还没有资源，哪怕还不确定。诚实是与宇宙对齐的第一步，因为当你敢承认渴望，你就会开始吸引资源，遇见人事物，连接新的灵感与行动力。这不是魔法，是频率在说话。渴望就是你灵魂的频率，所以请你温柔地拥抱它，当它再次升起时，别急着压下，别急着否认。问他，你想带我去哪里？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他其实早就有答案，早就准备好了地图，他不曾走错，只是等待你点头同行。渴望不是错，从来不是。它是你与自己重新连线的桥，是你与宇宙共振的讯号，是你还活着的证明。当你学会信任它，跟随它，成为它，你不再只是活着，你会开始发光。你是否曾经这样告诉自己？算了吧，可能不是我的命。太难了，我没那个运气。还是先现实一点，别想那么多了。你以为那是放下，但其实是压下。你以为自己妥协了，但灵魂知道那是逃避。那些你说服自己不要再想的愿望，那些你曾经眼神闪闪发光说出口的梦想，它们没有真的消失，只是悄悄地改变了形状，变成了你体内慢慢堆积的压力，变成了夜晚浮现、清晨模糊的梦境。愿望是灵魂的语言，它不是幻想，不是任性，不是不切实际，它是一种信号，一种召唤，是一段还没活出来的你在轻声呼唤自己。而当你一次次否认它、压抑它、合理化它的不可能，它就从光变成重量，从方向感变成紧张感，从热情变成焦虑。你开始无法放松，却又说不出为什么。你开始容易暴躁，却又觉得一切都好像还可以。你开始觉得日子过得空洞无趣，但又懒得改变，因为你早就说服自己不值得期待。但亲爱的，愿望不是你能用理智抹去的，它不会因为你不提就消失，它只会往更深的地方藏，藏进潜意识，藏进身体里，藏进你莫名的疲惫，莫名的胸闷，莫名的不甘心。有时候你以为是生活让你喘不过气，其实是你太久没听自己说实话了。你说你不在乎了，可为什么看见别人实现梦想时，眼眶会微热？你说你没想过要改变了，可为什么夜里做的梦，总是在重复一种你曾经渴望的画面？梦境从来不是无意识的乱码，
它是灵魂的记忆，是愿望的出口。当你醒着的时候不敢想，梦就会替你想；当你压抑得太深，它就会在你最脆弱、最放松的状态里找缝隙流出来。你不需要害怕你的愿望，你真正需要的是再次对它诚实。诚实并不代表你要马上去追逐它、完成它、实现它，诚实只是你愿意再次承认，我还是想要。哪怕那份愿望现在还遥远，哪怕你还不知道怎么实现，哪怕你已经错过1次、2次，甚至很多次，都没有关系。愿望永远在那里，不是在惩罚你没做到，而是在等你愿意重新相信。生命不会因为你压抑愿望就变轻松，它只会变得没有方向，因为那个原本该引导你的星光被你自己遮住了。请你练习重新仰望，问问自己，我还在为谁压下我的愿望？我是否能够允许自己再次渴望1次？你会发现，真正让你重获呼吸的，不是问题都解决了，而是你终于不再对自己说谎。请你相信，你的愿望之所以还在，是因为它从来就不是幻想，而是灵魂对未来的记忆。你想要的，不只是拥有它的结果，你真正渴望的，是活成那个能够承载它的自己。所以别再压下它，别再做逃避的梦，请你醒来，请你允许，请你再次选择。愿望没有消失，它只是等你勇敢地说出那一句，我还想要。你常常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贪心了？明明生活还算稳定，却总有种说不上来的不满足。明明眼前的选择很安全，但内心总有一道声音悄悄说着，你可以不止这样。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不知足，是不是太梦想派，太不务实，是不是总想得太远，活得太轻飘。但你错了，你所有的渴望都不是偶然的幻想，而是灵魂与未来版本的你在进行一场深层对话。你能够渴望的，就意味着你有能力创造它。如果没有那份可能性，你的内在是不会感知到那道渴望的讯号的。宇宙不会让你空想，它让你渴望，是因为那条路的蓝图已经存在于你的能量场中。渴望是通往显化的起点，它不是弱点，是导航。你会想要，是因为你准备好了。你会渴望，是因为你灵魂的某个版本早已完成了那个画面，正透过渴望邀请你走上那条路。但我们都太习惯怀疑了，怀疑自己太普通，怀疑世界太现实，怀疑命运太残酷。于是你开始退后，开始说服自己放弃，开始用理性压住心跳，开始假装这样就好了。但那份渴望从来没有熄灭，它只是静静地等你，在你听见某句话时心头一震，在你看到某个风景时眼泪莫名涌上，在你深夜独处时忽然浮现的那个画面。那些都是它在提醒你，你可以，你本来就能，只要你愿意开始。你不需要一开始就知道怎么做，你只需要允许它存在。当你愿意承认它，当你愿意拥抱它，尊重它，相信它，你就会开始与宇宙对齐。频率会开始调整，灵感会开始涌现，机会会逐渐靠近，那些你以为遥不可及的事物会慢慢在你生命中浮现端倪。但前提是，你要先相信自己配得拥有。很多时候你不是做不到，是你不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去实现。你太怕被笑话，被否定，被拒绝，太怕如果追了，还是得不到，那会比没开始更痛。但亲爱的，真正的痛从来不是没有得到，而是你从未让自己试过。如果你此刻心里有个画面，
无论是想做的事、想过的生活、想成为的样子，请你记住，那不是空想，那是一种灵魂层次的记忆，是你未来的自己在对现在的你招手。你能够渴望的，就代表你灵魂中早已存在那份创造力，你只是还没让它被看见、被启动、被实践。不要再低估自己的潜力，不要再用世俗的标准压住灵魂的呼唤。你不是来这里凑合过日子的，你是来体验创造、实现梦想，活出最完整版本的自己。请你问问自己，如果我真的值得，如果我真的有这份能力，我会怎么开始？然后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，一个勇敢的选择，一个真诚的承认开始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宇宙早已在那里等你，等你说一句：我愿意相信我可以。那一刻，你不再只是渴望，你开始创造。有多少次，你以为自己渴望的是成功？渴望完成某个目标，达到某个标准，得到某种认可。你以为只要成就够多，表现够好，达到某个理想的样子，你就会终于被肯定、被爱、被留下。于是你拼命努力，设立目标，推自己前进。你说这是成长，说这是自律，说这是负责。但你没说出口的是那份持续焦躁的空虚感。你达到了那个标准，却没有比较快乐；你拿到了那份认可，却仍然觉得不够；你成了别人口中的厉害角色，却在夜里悄悄怀疑：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亲爱的，你渴望的从来都不是那个结果，你渴望的是一种感觉。是一种在前进过程中被看见的感觉，是一种你边努力边有人牵着的安心，是一种无论做得好不好，都有未知的归属感。你想要的是被拥抱的过程，不是达到目的地后才被爱，而是在旅程的每一步都能被理解、被支持、被温柔对待。你不是真的想要那份奖杯、那个头衔、那张合格证书，你真正想要的是走在路上的那个你也能被珍惜。你想证明自己，不是因为你贪心，而是因为你太渴望有人告诉你，就算你什么都还没做到，你已经值得了。但你等了很久，等那句话从外面来，却一直没等到，所以你干脆说，那我去努力给世界看，我去当最优秀的那一个，让世界没理由忽略我。结果你真的做到了。可当掌声落下，你却发现自己仍然空空的。因为你真正需要的，从来不是肯定，而是拥抱。不是对成绩的认可，而是对你这个人、这个灵魂的回应。你渴望有人懂你在追梦时的孤单，懂你在选择时的挣扎，懂你在努力中的不安与怀疑。你渴望的是能在还没到达终点之前就被爱。你以为是结果会给你安全感，但真正给你力量的是那个即使在过程中跌倒了，也会被接住的空间。请你慢慢理解这件事，你不需要透过达成什么来证明自己值得被爱。你可以就这样被拥抱。在你还在迷路时，在你还在怀疑时，在你还在尝试，在你还在成长，甚至在你还没有改变时，真正疗愈你的，不是你做到了什么，而是你在努力的过程中不再孤单。请你也开始练习这样对待自己。当你焦虑、混乱、退缩、失去动力时，不要再责怪，不要再批判，请你给那个正在学习的自己一个拥抱。说一句你很棒，还在努力，说一句我懂你，不容易，说一句没关系，我在。这才是你灵魂真正渴望的频率。你不是渴望结果，你渴望的是在往前走的过程里，
有人愿意牵着你，懂你，陪你，包括你自己。当你能给自己这样的温柔，你会发现那些焦虑会慢慢沉淀，那些压力会慢慢松动，你不再拼命去抓住结果，因为你知道你已经在被爱中了。从现在开始，请记住这句话：你最想要的其实不是成功，而是无论成功与否，都能被深深拥抱的那份存在感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